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指甲频道。在这部影片里面呢，我们要继续你宝贝美甲创立的历程。而这一集我们要特别讲的是2010年4人工作室当时创建的状况。我是林亚瑟。我和我现在的老婆，当时的女朋友 Peggy， 在2008年的时候创立了你宝贝指甲。这个影片将会着重在2010年第3间工作室，也就是大直的4人工作室的状况，会用这其中8点来和大家一一解说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各位觉得我们还不错的话，那麻烦大家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以及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哦。2010年4人工作室简介。这个工作室基本上是我们的第3间工作室了。它经营的时间是从2010年6月到2011年9月，总共大概经历了16个月的时间。这个工作室呢，我们将会透过3个部分，一个是房租，一个是交通，一个是人员。我们也是因为这3个原因，所以才决定要搬到这边来的。房租的部分呢，现在所在位置是在大直3楼的20平的地方。这个位置的租金和我们在东区10平工作室的租金是差不多的，可是却拥有更好的视野、更宽敞的空间。这个面积呢还加倍了。另外一个让我们想要搬迁的原因是交通。这个工作室让你宝贝离捷运站更近，搬离了东区之后，交通阻塞就更少，而且停车位也更好停。再一个原因是因为人员的关系，由于我们的业务慢慢上了轨道，必须要增加美甲伙伴。再来是加强分工，我们把不是这么重要的服务交给助理来处理，好让我们可以用比较多的人去满足我们各种的服务项目。开店地点：大直捷运站不远处的3楼。一张照片里面就呈现了我们你宝贝3楼的位置，以及大直捷运站的位置，离捷运站近，而且又在路边的3楼。更重要的事情是，它在大直，公园多，好遛狗，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原因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工作室装潢之前的样子。这个工作室的平面图就在荧幕的右手边，它有24平的空间，而且是长条形的，我放了4张美甲桌、2张珠宝椅，而且还准备了1间 SPA 房。对，你没听错 ，SPA 房。经营目标，在这个时间里面，我们最重要的经营目标，承接2人工作室持续的扩大经营。经营目标有哪些呢？这4项：在网络上的宣传，专精于指甲矫正，而且扩大网络的宣传。增加服务项目，也增加我们精油的产品。这个时间我们增加服务项目增加的非常的夸张，甚至连全身的热蜡除毛以及全身的精油按摩，我们都把它放进去了。在增加精油产品的部分也是非常的疯狂所有指甲跟 SPA 所需要的所有的产品全部都自制的产品，一切都贩卖。所以在这个工作室是我们服务最多、产品最多的一个阶段。收益状况，收益成长至30万啦！这间工作室的状况有几个很不一样的改变。第一个是营业额的提高，第二个是利润率的提高。你宝贝创业以来最高的利润率，直到现在我利润率都没有那个时候高。在短短的16个月里面呢，我们就已经达到了100万存款的目标，并且累积了未来下一间店面的装潢成本。营业额提高的细项原因有几项，第一个是最高有4个人来工作，第二个是指甲矫正稍微调涨了一点点到1100块，再来是我们有超多的服务项目，以及我们有超复杂的产品线。成本结构，对于一间指甲工作室来说呢，成本结构就房租、水电、网络、广告、原物料因为是4人工作室，所以说我跟 Peggy 之外还有2位助理，那他们的费用就打在旁边。1个月的固定要支出的钱大概在15万左右，所以有30成本是15，所以我们就净赚15万咯。初期我们这个工作室为了要节省成本，所以都一切自己来像左边是我自己贴窗户，右边是 Peggy 爸爸帮我们钉柜台，里面的所有的油漆彩绘都是由 Peggy 操刀的，当时真的非常的认真宣传策略，在宣传策略上面呢，我们一样是延续了2人工作室的策略。如果想要知道策略的细项，请各位回到2人工作室创立的影片里面有详细的介绍，稍微带过一下。就是呢，我们在宣传上面呢，专注于问题指甲，很认真在写官网的文章另外呢，和部落客呢也大量的合作，广告费用呢挪了很大一部分去了关键字广告及那个时候慢慢兴起的 FB 广告。在人事策略方面呢，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积极的增加人手，有一些对的事情是我们坚持到现在还是持续不断在进行。例如说，不同于指甲业界，不
不合理的签约去绑住新人，不用高额的违约金去绑住训练出来的人，而且呢，我们也提供了不错的固定薪资，不用变动的分红制，好让他们有个保障。也有一些人事策略，在当时我们是非常坚持，可是后来有一点改变的。例如说在当时我们坚持只选用没学过、没经验的，全部呢都是从零教起，这样就没有包袱，也没有台湾美甲错误的一些观念跟习惯，而且我们也偏好住的离我们工作室比较近的工作伙伴，因为不要求学过指甲，而且又不用不平等条约去绑我们的人，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应征者可以选。但是这个策略其实在几年之后被我们整个打叉叉刷掉。我们现在反而偏好有学过指甲的，甚至也有过美甲经验的。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改变呢？后面会拍影片专门来讲做人事策略上的选择。各位有兴趣的话，记得要追踪我们，不要漏掉后面人事策略的部分哦。4人工作室结语，哇！我们这边放上一张这个黑弟跟他弟弟，还有我们最高的客人的照片，希望你看到啊。在这个工作室里面呢，我们学会了3点。第一点事情是工作室成本低，收益高。由于工作室的租金低，然后相关的维护成本也低，这个让我们的利润率非常的高。这1年多以来，让我们尝到了经营中最甜蜜的那一块，之后都没有这么开心过。再来是服务与产品需要适量。在4人工作室的时候，我们把服务真的开得太多了，而且把产品线也拉得太长了，导致我们光是应付复杂的产品线跟复杂的服务，就让我们人仰马翻。所以在这个工作室结束之前，陆续的减少了我们的服务，也陆续的减少我们的产品。所以到了下一间店面的时候呢，其实有很多的服务跟产品随着工作室的消失而一起消失了。另外呢，在这个时期我们学到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，那就是人员策略是瓶颈。从这个工作室开始我们就遇到了美甲业最大的问题，那就是人员的问题。因为技术、因为管理、因为品质控制的关系，所以美甲店的工作人员无法无限制的扩充下去，这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。直到我录影片的当下，我们都还在找寻如何突破人员策略的困境的一个方法。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就讲到这边。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话，请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呢把这个影片呢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哦。感谢各位陪我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他没有反应，念了。耶！这块好。他都没反应哎。要开声音让才有反应。这不会有声音的。